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慢慢说故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拿手机起来看，又或是上班上到下午，不自觉的一定要来一杯珍奶？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这些看似微小的习惯行为，甚或我们人生中相当重大的决定，都是由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所驱动着。那就是 the power of habit， 习惯的力量。无论你是想要改掉坏的习惯，或是建立好的习惯，又甚或你只是想要了解自己行为背后所驱动的一些原因，今天这则影片都能够给你满意的答案。今天的影片是根据查尔斯·杜西格的畅销书《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那样工作》，英文原文的书名是 The Power of Habit。在这个影片里面，我会为大家整理几个重点，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习惯是怎么建立的，还有我们可以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变习惯，甚至建立新的习惯。其实每一个习惯它的核心就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神经回路，它包含3个步骤，3个主要的元素。第一个是触发，第二个是行动，第3是奖励。我们举一个例子，当我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想要吃零食。那这个触发点是什么？触发是压力。那行为是什么？我去吃零食。那为什么会去吃零食？是因为它有一种奖励。那这个奖励是我会感觉到舒缓，我会感觉到吃了零食之后，我有一种疏解压力的感觉。所以其实任何的习惯都是由这3个要素它所形成的，而不断的重复之后呢，它就建构了一个神经的回路，也就成为了习惯。而当这个触发、行动、奖励的神经回路建立之后呢，其实它就会诱发一个 craving， 那就是渴望或是强烈的欲望。比如说感到压力，吃零食，感觉到舒缓跟满足，它已经成了一个习惯性的脑回路。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渴望的去吃那个甜食，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连接到吃甜食会带来一种满足感，吃甜食会带来一种心灵上很舒缓的感觉，于是就会驱动这样的一个渴望。其实许多公司他们在贩卖产品的时候所运用的行销手法，就是因为了解这样子的一个心理机制，了解了习惯力量，了解这一种神经回路的一个进行。我想请问大家，每天早上醒来你会刷牙吗？我相信大部分人回答是，那当然是啦。我们已经习惯了早上刷完牙口气清新的感觉，或是在睡前，从小妈妈就会教育我们，或是我们会教育小孩，一定要把牙齿刷干净才可以上床睡觉哦。其实在20年代的初期，几乎没有人在刷牙，在当时大部分的人大概就是沾一点盐，用手指抹一抹，这样就 OK 了。其实有不少公司研发出牙膏，但是行销一直都不成功，没有人想要购买，因为没有人觉得刷牙使用牙膏是必要的行为。在当时广告行销界有一个天才叫做 Hopkins， 只要是他经手的产品无不热销大卖。是有一个制造牙膏的公司就重金聘请他为他们行销牙膏。那这个 Hopkins 也相当的头痛，因为他知道在美国牙膏这样的一个产品一直以来都很难销售，于是 Hopkins 他就想到了利用习惯这样子的一个神经回路。所以习惯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是触发，是 trigger。他想到底要用什么原因去触发人们会想要刷牙，想要使用牙膏呢？所以 Hopkins 给大家触发的点是，在早上醒来，你会不会感觉到牙齿上面好像有一层黏黏的薄膜？那这个触发很简单，因为每一个人其实就只要用自己的舌头稍微的去挺一下牙齿，都会感觉到上面似乎有一层黏黏腻腻的一个薄膜。所以 Hopkins 就告诉消费者，这样一个薄膜其实是许多细菌、菌斑的来源，它不仅会影响你牙齿的健康，还会影响美观。你难道不希望有一口漂亮白净的牙齿吗？让你笑起来的时候，让大家都觉得哇，你好美，你好帅。
所以他就运用了人们心里希望自己能够变漂亮、变好看这样的一个渴求来去行销牙膏。所以呢，他触发的点就是感觉一下是不是你的牙齿有这样的一个薄膜。那 action 就是用我们家牌子的牙膏去做刷牙的动作，那你所得到的奖励就是你会有一口洁白漂亮的牙齿，让你更好看、更漂亮、更帅气、更受人喜欢。于是经由这样子的一个广告跟行销方式，牙膏开始在美国销量大增。除此之外 Hopkins 也开始在牙膏里面加入薄荷的成分，在刷完牙之后会感受到那一种清凉清新的感觉，所以久而久之，人就会开始有这个 craving 这个渴望，早上起来觉得口干舌燥，而且有一种不好的口气。那在刷完牙之后，那种薄荷带来的清凉感就会让人感觉精神一振，对着镜子笑笑，感觉似乎牙齿白了一点，笑容也更加的好看。那所以呢，这就是非常经典的用习惯的神经回路，从 trigger 触发到 action 行动，到 reward 奖励，那甚至因为这样子一个神经回路来造成人的一个 craving。所以呢，在美国牙膏的销量大增，普及率大增，也慢慢拓展到世界其他的国家。已到了现在，你说所有发展中的国家，哪一个人哪一个家庭没有在用牙膏刷牙？书里提到的第二个重点叫做关键习惯。什么是关键习惯呢？就是有些习惯它在建立之后，它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让一个人他的整个生活模式因为这个习惯而有了大幅的改变。那这样的一个习惯就称为关键习惯。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他已经养成了定期运动的习惯，那因为他有在定期的运动，体能有消耗，所以晚上会睡得比较好，所以运动它就影响了他的一个睡眠习惯，甚至睡眠品质。那因为睡眠睡得比较好，所以呢，他在上班在工作的时候生产力跟效率就大增。那因为有了运动的习惯，发现自己的体态身材有了改变，也希望自己能够好好的维持自己的体态，所以对于饮食方面的一个控制，对于食材的选择也会更加的在意，所以饮食的习惯也跟着改变。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关键习惯，它触发了许多的连锁效应，也跟着让一个人他的整个 lifestyle 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好，那我们已经知道习惯是怎么形成的，重点来了，那我们要怎么去改变这个习惯呢？我们必须要去拆解既有的习惯，来看看触发这个习惯的点是什么。那我们去做的这件事情，我们想要得到的奖励是什么？我们举一个很难戒掉吃零食的习惯，那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会想要吃零食，它的触发点是什么原来是压力。在工作的时候文案写不出来， PPT 做不出来，然后呢带小孩的时候觉得压力很大很烦躁，这时候呢就会想要吃巧克力，想要吃甜食，或者想要吃一些油炸的盐酥鸡。为什么？在吃的时候或是吃完的当下，你会感觉到一种愉悦感，一种舒压感，一种短暂的满足感，这就是奖励。那我们要戒掉吃零食这个习惯了，我们就要知道说，我之所以要吃零食的背后，是因为我想要感受到那一种放松感，我想要有一种舒压感，我想要有一种被满足感。那有没有什么更健康更好的方式能够取代零食？有些积极的人可能会用运动跑步来代替，跑完步跑出一身汗，他会觉得压力消除。那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多巴胺，于是脑中多巴胺产出的那个愉悦感就不需要用零食去得到。那我举一个我自己亲身的例子，这是近期发生的一个不好的习惯，那我怎么去改变它？其实从我开始做 YouTube， 我除了这个说故事的频道，我还有另外一个旅游频道叫做我的任意门。那我们在做 YouTube 影片，因为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斜杠，我也没有团队，
所以呢，从拍片啊、写文案、录音，然后剪辑等等，全部都是我自己来完成。有时候压力会很大，在写文案写到一半很卡，或是在剪辑影片的时候觉得剪得很不顺。加上我对自己比较要求，我会给自己定一些截稿的时间点，比如说我今天一定要完成到什么样的程度，眼看着我给自己设定的这个时间节点快要到了，又没有办法完成，我就会开始感到十分的焦虑跟烦躁的时候，我就不自觉的开始这样子，就像这样子拉着我的头发，我去感受到我那个自然卷的那个部分，然后在我这个强力的拉扯之下，它变直了。开始我不自觉，是我的男朋友发现的，他说你最近掉发掉得很严重，而且我常常看到你在拔自己的头发，然后呢，他就很担心。原本是一头长发飘逸的女朋友，到最后会变成秃头。还好，因为我有读这一本书，所以我去了解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行为。我觉得那是一种没有办法达到自己期望的无力感。那为什么我会去拉扯头发？因为在拉扯头发这么短短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很实质的，我解决了问题。我用强力的拉头发，我把我所讨厌的自然卷拉直，那这时候我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足感，就是我的行为直接能够产出我想要的效益，那我就会不断的想要去重复这样子的行为，于是它就替代了我在工作当中我感觉到自己的成效不彰，我所付出的努力没有能够达到我预期的效果，于是我就下定决心要改掉这个坏习惯。那我怎么去改变呢？我就去打扫房子，因为我们家有养一只德国牧羊犬，它每天都在掉毛，所以呢，我吸尘器一吸过之后，我就会看到那一堆毛发啊、尘垢啊，我在一吸过去的时候就干干净净。当下我心里就有得到了那个满足感，就是我只要有这个行动，我就可以看到结果。或是我去刷马桶，马桶很脏，但是只要我去把它刷之后，它就变得很干净、亮晶晶，我就会有一种成就感跟满足感。我觉得我的行为立即的可以达到功效，希望我的行为立刻有成效的这个感觉被满足了。那所以呢，在当我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心情比较平静，那我再回去做我的工作，我再回去剪片，也会变得比较顺利，因为你的心情跟你的能量场已经获得了改变。所以以上我们讨论了如何去改掉坏习惯，但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个好的习惯怎么办呢？还是一样的公式，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个好习惯，这是行为嘛，那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 trigger， 需要有一个触发点，并且它需要有 reward， 需要有奖励。那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我想要养成运动的习惯，我希望一个礼拜有3天都去健身房，那我们怎么做呢？那我也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很认真的常常去健身房报到，那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而且我从运动当中我似乎都没有感觉到多巴胺的分泌，所以对于我而言要去健身房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很难去产生那一个奖励的系统。所以呢，我的做法就是，那我就找了一间健身房，它的对面是一个 salon， 我就在这个 salon 办了一个长期的会员，办了洗发卡，因为我非常喜欢洗头发然后被按摩的感觉，那我就会先去健身房运动，那运动完满头大汗，然后再走进 salon， 然后去享受好好的放松的洗头，然后洗完头吹得漂漂亮亮的。而且因为我是常客，所以每次呢背着我的瑜伽垫，然后呢大汗淋漓的走进 salon 的时候，他都会受到在那边工作人员的赞美，说你又运动结束啦，难怪身材这么好啊，blah blah blah。所以呢，他就产生了一个奖励系统，就是我去运动完之后，我就能够享受我最爱的洗头，那这就是可以促使我愿意常常去健身房的一个原因。影片的最后为大家做一个重点的整理。第一点，习惯的核心是一个神经回路，它是由3个要素跟步骤去组成的。第一个是 trigger 触发，第二个是 action 行动，那第3个是 reward 奖励。好，那么第2点，如果我们想要改掉一个坏习惯或是建立一个好习惯，要怎么做呢？
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公式，我们要了解这一个行动、这个行为，它触发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我们做出这个行为想要得到的奖励是什么。那知道了这2点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取代的方案可以用来代替目前的这个行为，那去改掉这个坏习惯。那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个好的习惯呢，我们知道行为是什么在中间了，那我们必须要去创造一个触发点，去触发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行动。那另外呢，我们还要去建立一个奖励的机制，在做完这个行动之后呢，会得到相对应的奖励。那久而久之，好的习惯就会这样子建立。再来第3点是建立关键习惯。有些习惯呢，它相当的重要，因为它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帮助你彻底的改变你的人生。时间过得好快，现在已经是2024年的8月了。还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为今年立下什么样的目标呢？想要减肥，想要有运动的习惯，吃得更健康，早睡早起。那这些目标有没有好好的被达成呢？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希望这支影片能够帮助到你，可以运用这样子的一个黄金原则，让你能够了解自己行为背后的原因，也能够帮助你建立好的习惯，去除掉坏的习惯，也让你在年初所设定的目标，可以在今年的年底完成，也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更健康、更快乐。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订阅、按赞、分享，给我最实质的鼓励。谢谢，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